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吃很多，却越来越胖，皮肤越来越差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岁？答案可能让你意外，问题可能出在血糖上，它在你身体里像坐过山车一样疯狂波动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健康生活的小智慧。接下来分享的内容简单又有效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分享给家人朋友一起健康哦。想想看，你吃完早餐，血糖像火箭一样冲上天，身体慌了，赶紧分泌胰岛素把血糖压下来。一次两次没事，但天天这样，身体就开始罢工了。就像狼来了的故事，胰岛素含久了，身体就不理它了，这叫胰岛素抵抗。然后就是恶性循环，血糖失控，身体崩盘。后果有多严重？你会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胖起来，怎么减都减不下去。脸开始松弛下垂，细纹爬满整张脸，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老化。更可怕的是，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代谢综合征，这些慢性病都在排队找上门。你肯定听过那些专家的建议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碰，每天运动2小时，晚上9点必须睡觉，饮食清淡的像吃草，光看就让人怀疑人生。说实话，这些方法确实有效，但谁能坚持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？今天我要分享10个真正简单实用的控糖方法，不用放弃美食，不用痛苦挣扎，只需稍微调整吃东西的方式和顺序，就能让健康、体态、皮肤状态全面提升。第一招，换个吃饭顺序，血糖听话一半。人生已经够复杂了，如果你不想在饮食上改太多，那我教你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。这个方法超简单，只要改变吃东西的顺序就行。记住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吃主食。就这么个小改变，餐后血糖高峰能降低1半左右。你可能不相信，但就是这么个小改变，你的餐后血糖高峰就能降低大约1半。是不是觉得太夸张了？让我好好跟你说说这背后的道理。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，先在胃里打个底，让食物慢慢进入小肠，葡萄糖释放速度自然就慢了。然后吃肉，蛋白质和脂肪消化慢，会在胃里停留比较久，把后面的糖分也拦住，慢慢分批释放。等你最后吃到米饭、面条这些主食时，肚子里已经有2道防线了。你会发现，一来没那么饿了，自然吃得少；二来葡萄糖释放的慢，血糖就不会像坐火箭一样往上飙了。第二招，餐前来点果醋，给血糖踩个刹车。你知道吗？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超简单的方法，只要在吃饭前喝点果醋，餐后血糖就能降低 15% 到 25%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神奇？让我跟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醋酸进入肠道后，会让淀粉消化变慢，血糖就不会突然飙高。而且醋酸还能让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，葡萄糖就能更顺利的被利用。尤其是苹果醋效果特别好，里面有种叫根皮苷的成分，能直接干扰肠道吸收葡萄糖，但千万别直接灌一整瓶，醋的酸性很强，空腹喝会伤胃。正确的喝法是这样的：20毫升苹果醋加200毫升水稀释，按照1:10的比例稀释，饭前10分钟慢慢喝完。这样既有效果又不会伤胃。觉得太酸的话，也可以加到沙拉酱或菜里，一样有用。第三招，慢慢吃，别狼吞虎咽。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狼吞虎咽，3两口就把一碗饭扒拉完了？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把速度放慢一点。每一口饭最好嚼20到30次，一顿饭至少要吃20分钟以上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吃太快，血糖就会升得很快，而且更容易吃多。大脑是需要时间接收吃饱了的信号的，
吃太快，等大脑反应过来时，你已经撑了。慢慢吃不仅能降低你的进食速度，还能减少你整体吃下去的热量。很多人光是把吃饭速度放慢，血糖就改善不少。试试看，吃饭时放下手机，专心品尝食物。你会发现，不仅血糖更稳定，吃饭也变成了一件更愉快的事情。第4招，把精制淀粉换成原型淀粉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叫原型淀粉啊？原型淀粉是指糙米、地瓜、南瓜、藜麦、燕麦这些没怎么加工过的天然淀粉。它们保留了大量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，是天然的控糖神器。这里有个简单的规律，食物越完整，越接近原样，消化就越慢。我不是要你完全放弃白米饭，但可以慢慢调整。白米饭换成糙米饭，或者一半白米一半糙米，馒头换成全麦馒头，白面包换成杂粮面包就好。这样一点点改变，对血糖波动的帮助是非常大的。有时候我们总想做一些很厉害但很痛苦的大事，结果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。倒不如把这些小习惯一点点累积起来，轻轻松松就能达到稳定血糖的目标。第5招，早餐吃对了，一天都顺了。你早餐吃什么？烧饼、油条、肉包子、甜面包、奶茶配蛋糕？如果是，那基本就是在吃糖，血糖保证飙到外太空。空腹吃这些又甜又油又高度加工的食物，血糖会瞬间冲上去，身体赶紧分泌胰岛素压制，血糖又急速下掉。掉下来后，你又饿了，又想吃东西，就这样一整天都在恶性循环里打转。如果一天只能选一餐好好吃，请选早餐。记住3个关键词：高蛋白、高纤维、低碳水。具体来说，你可以吃坚果、水煮蛋或煎蛋、燕麦粥、番茄、地瓜这些东西。这些食物不仅能稳定你的血糖，还有抗老化的作用，能让你精神变好，一整天都元气满满。想想看，你早上吃的对了，血糖稳定了，一整天的状态都会不一样，是不是很值得？第6招，晚饭早点吃，别拖到半夜。我建议你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就把晚餐解决掉，千万别拖到深夜才吃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这么早吃？难道晚点吃不行吗？让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实。你的身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是有生理时钟的，不是一天24小时都一样强。2021年营养素杂志发表的研究，让人分别在晚上6点和9点吃同样的东西，结果9点那组的平均血糖明显更高。同样食物，只是时间不同，血糖反应就差这么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夜幕降临，身体开始分泌褪黑素，这会让你想睡觉，但同时也降低了分泌胰岛素的能力，对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变差。想象一下，胰岛素原本是很能干的保安，白天精神抖擞，但晚上就开始打瞌睡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还吃一大堆碳水，血糖就像脱缰野马，根本管不住。所以，把晚餐时间提前吧，让身体在状态最好时处理食物，这样血糖就更容易控制。第7招，吃完饭千万别瘫着。你肯定听你爸妈或者爷爷奶奶说过，吃饱了不要马上躺着或坐着不动，不然会消化不良，肚子会越来越大。其实他们说的真的没错，但真正的原因比你想的更重要。这直接影响你的血糖波动和消化吸收。吃完饭后30分钟到1小时，食物正在消化，血糖开始往上爬，大概1到2小时会到最高点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像咸鱼一样瘫在沙发上，血糖波动会特别大。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？正确做法是站起来动一动，不用剧烈运动，散散步，做点家务都行。这样血糖上升速度能降低 15% 到 30%。如果在办公室，别总是坐着叫外卖，约同事一起走到远点的餐厅吃饭，吃完慢慢走回来。
走着走着身体健康了，说不定还能遇到有趣的人呢。第8招，水果会吃，甜蜜不升糖。很多血糖高的朋友一听到水果就躲得远远的，觉得那么甜肯定血糖飙高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。水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是健康饮食不可或缺的。只要懂得怎么吃，完全可以放心享受。首先你要认识一个概念，血糖生成指数 GI 值在55以下的较低 GI 水果对血糖影响小，比如苹果、梨、桃子、草莓、樱桃、柚子、橙子、猕猴桃都可以放心吃，但怎么吃也有讲究。我建议你在2餐之间吃，比如上午10点或下午3点，千万别随餐吃或吃完饭马上吃，那样会让血糖一下子冲得太高。每天吃多少呢？控制在200到250克的范围，差不多一个中等苹果的重量。不要觉得水果健康就猛吃，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有问题。如果你最近血糖控制不理想，先暂停吃水果，用番茄、黄瓜这些低糖的蔬菜代替。等血糖稳定了，再慢慢把水果加回来。第9招，吃对油，身体不发炎。很多人血糖控制不好，其实跟身体慢性发炎有很大关系。慢性炎症是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的重要推手。我们特别喜欢吃油炸、烧烤、麻辣的，还有手摇饮料、啤酒。这些确实是生活的慰藉，但吃多了会让身体一直处在慢性发炎状态。这些发炎因子会干扰胰岛素正常工作，造成胰岛素抵抗。假如你的炎症水平长期居高不下，就像有一群小混混在身体里到处捣乱，细胞对胰岛素越来越不敏感，血糖自然难控制。所以要多吃好的油脂，帮助身体降低发炎反应。大量研究证实，增加 Omega-3 摄入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降低甘油三酯，保护心血管。什么是好油？青鱼、鲑鱼、秋刀鱼这些深海鱼富含 Omega-3。吃沙拉时淋点粗榨橄榄油，或每天吃一小把无调味坚果，像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。吃对了油，身体慢性发炎改善了，胰岛素敏感性提高了，血糖自然乖乖听话，而且整个人状态会变好，比同龄人更年轻有活力。第10招，想吃甜点可以，但要懂方法。生活够辛苦了，有时候真需要点甜食安慰心灵。工作压力大，家里烦心事一堆，这时候连甜的都不能吃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如果一刀切禁止你吃甜点，那太不人性化。但我要教你3个原则，照着做，吃甜点就不会让血糖失控。第一，绝对不要空腹吃甜点。空着肚子把蛋糕或奶茶灌下去，血糖会飙到什么程度？最好饭后吃，这时肚子里已经有其他食物，血糖上升速度会慢很多。第二，吃甜点前先吃优质蛋白质和好油脂，比如几颗坚果、水煮蛋或鸡胸肉，给身体打个底。这就像在血糖高速公路上设减速带，让糖分不会一下子全冲进血液。第三，甜点要适量，一餐甜点的量不要超过总饮食的 10%， 稍微有点幸福感就够了，不要贪心。真正的享受在于品味，而不是吃到撑。我一直相信，所有医学建议都应该考虑人性，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，不可能每天严格执行完美饮食计划。只要你掌握了上面这些原则，偶尔吃点甜的，血糖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上面这10个习惯真的是我能找到的最简单、最容易做到的控糖方法了。你不需要每个都做到完美，也不需要一开始全部执行，先挑几个最容易做到的开始，慢慢养成习惯，再加入其他的，每天能做就尽量做。如果某天实在做不到，也不要有罪恶感。至少在吃完麻辣火锅、熬夜或喝醉酒的隔天，记得用这些方法让你的身体从混乱状态回归正轨。
控制血糖不是要让你过苦行僧的生活，而是让你在享受生活的同时，用一些聪明的小技巧来保护自己的健康。你值得拥有健康的身体，也值得享受美好的生活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加油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。我知道我讲了很多，你可能一下子记不住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再回来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控糖方法。我们下次再见。